欢迎来到 K 歌研究室，我是 K 歌。但凡对历史有一丁点了解的人，一定对女帝武则天的名字如雷贯耳。她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正统女皇帝，从14岁入宫到67岁称帝，武则天经历过4代皇帝，嫁了2个男人，为了成功上位，甚至杀了亲生孩子，并嫁祸皇后。在位期间，大肆杀害唐朝宗室，兴起酷吏政治，手段之毒辣，可见她征战一生还真没什么在怕的。可就在705年2月，武则天突然面如枯槁，病得很重，一整个腊月不见起色，就连管理朝政都有心无力。没有人知道在她的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。此时朝中暗流涌动，张建之等人趁机发动兵变，顺利将她从女皇的宝座上拉了下来，复辟了李唐江山。之后的武则天就移居在上阳宫仙居殿，整日面容憔悴，粉黛不施，双眼空洞地望着天空，并且严厉禁止所有宫人养猫。她这个状态已经持续了整整3个月，每天只要一闭眼，就会看见当初被她害死的王皇后和萧淑妃变成了猫妖，血淋淋地朝她扑过来。按说古人信鬼神，怕鬼也是很正常的，可猫妖是一种妖，难道妖真的存在吗？武则天征战53年，怎么会怕这种山精鬼怪之说？可现实是，史书中记载，武则天著以巫祝，又移居蓬莱宫，复建故多在东都，说是为了躲避猫妖，不得不从长安移居到了洛阳。据说就连上阳宫也是为了猫妖而修建。上阳指的是天上的阳气，仙居就是神仙的居所，而古往今来，阳克阴，仙克鬼，这妥妥的就是躲避猫妖的好地方。不只是他，就连当时整个大唐的百姓，家家户户也没人敢养猫，甚至大唐律法中都明确禁止，以防猫妖猫鬼出现。那这猫真的会变成妖吗？为什么在我们看来人畜无害的喵星人会在唐朝变成人人畏惧的妖怪？为什么说唐朝是一个妖魔鬼神与人类共存的时代？这一切还得从前朝的惊天诅咒说起。时间回到598年的深夜，此时永安宫中传出一阵阵凄厉的惨叫声，所有宫人都害怕的不敢靠近，更不敢议论。那可是皇后的宫殿啊，皇后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宫殿内，独孤皇后脸色苍白，疼痛从腹部蔓延到全身，仿佛有2排尖利的牙齿正在腹腔里撕咬着5脏6腑，隔着薄薄的皮肤，似乎能听到里面咀嚼肠胃的声音。铁青的面孔汗如雨下，口中不断吐出鲜血，但极度的痛苦引起的声嘶力竭的哭喊声中，还不时发出着令人恐惧的狂笑。这突然发作的诡异怪病啊，让宫里的所有人都战战兢兢。在隋文帝的审视下，看完病情的御医无奈地摇了摇头说：“此猫鬼疾也。”也就是说，这不是普通的病，这是猫鬼所致。所谓猫鬼，就是一种左道妖术。古人认为，这猫通灵性，很多具备灵性的动物都可以通过吸收日月精华修炼成精。如果将诅咒附到猫的尸体上，就能令死去的猫变成鬼，去干人想干却干不了的事儿。同时还要准备诸多祭品，并在子时进行，寓意着用鼠献祭猫鬼。其实关于妖猫和猫鬼的说法，在中国古代一直都有，属于蛊术的一种，尤其在苗族等西南少数民族中非常盛行。汉武帝时期就曾有人在宫中实行猫鬼蛊术，被汉武帝发觉之后，牵连其中包括太子和公主在内的数万人被诛杀，史称巫蛊之祸，是世界历史上因为巫术而涉案以及被杀人数最多的事件。回到故事中，猫鬼这2个字隋文帝并不陌生，此前就有百姓上诉，声称自己的母亲被人意使猫鬼杀害。此时民间已经有很多猫鬼害人事件发生，但皇帝很反感，他是个坚定的唯物主义者，认为所谓猫鬼杀人的说法纯属民间的妖妄之言，不足为信。他还下旨将原告从他面前赶走，可万万没想到，这还没过去多久，他深爱的独孤皇后也出了事儿。如今这只猫鬼已经悄悄潜伏在宫中，并且在吞噬自己妻子的生命，皇帝也不得不正视猫鬼存在的真实性了。可究竟是谁要对朕的皇后下手？看着皇后一天天病重，他内心非常焦虑。突然又传来了一个消息，重臣杨素的正妻郑女士也病了，病症和皇后相似，大家记住，这个是重点。于是他立刻彻查，
最终锁定了一个嫌疑人独孤陀。他是独孤皇后同父异母的弟弟，而在整个家族中，独孤陀的兄弟姊妹都很争气，男的能征善战，女的母仪天下。唯有独孤陀因为父亲在北周时期的一场权力斗争中失势，导致年少的独孤陀被流放蜀地17年。不过后来地平解贵，有这么厉害的姐姐撑腰，独孤陀自然支棱了起来，被封为赵国公，授上大将军。只是本该建功立业、报效朝廷的他，却开始整日花天酒地、声色犬马，俸禄根本不够花。他还一向喜欢旁门左道之术，这一切是有加分的，因为他母亲和老婆全好这口。之前隋文帝就警告过他，不要再玩这些旁门左道，但独孤陀死不认账，说他根本不懂这些。可向隋文帝打小报告说独孤陀玩邪术的人一直就没断过。隋文帝没办法，干脆将独孤陀贬职，打发他离开京城，眼不见为净。听说独孤陀离开的时候还唧唧歪歪，不少怨言，加上现在皇后都病了，两件事合一块儿，隋文帝火了，立刻让苏威、杨元等人彻查此案，终于还原了事情的真相。原来就在不久前，独孤陀又在家里宴请宾客，指定要喝每斗10千的清酒，妻子就怒斥说：喝，你一天天的就知道喝，家里没钱了不知道吗？这让独孤陀倍感丢脸，于是就动起了食用猫鬼的歪心思。怎么回事呢？他的身边有个叫徐阿尼的婢女，这婢女一家3口都是母亲那边过来的下人，而且还都有养猫鬼的技能。独孤陀就让徐阿尼赶紧做法，让猫鬼先去杨素家里搞点钱，因为杨素在朝中担任尚书，主管民部度支，财富大权握在手中，那自然是巨有钱。所以前面就有了杨素的正妻郑女士生病的情况。但不巧的是，杨素早就把家里的钱拿去养歌舞团了，天天看小姐姐跳舞，那是一看一个不吱声。独孤陀这心里气呀，小姐姐哪有喝酒重要啊？于是他又对徐阿尼说：“你让猫鬼到我姐姐独孤皇后那儿再弄点零花钱吧。”独孤陀还厚着脸皮给自己找了个特别充分的理由：“我以前没钱时，我姐姐也是常常赐钱给我，现在这么做，她肯定也不反对，而且还更省事儿了。”徐阿尼自然又听从了主人的吩咐，于是就有了前面皇后病痛的一幕。整个案情并不复杂，甚至金无畏也抓到了婢女徐阿尼这个关键证人，只是光凭口供证据还是不太充分，就让徐阿尼现场来了一次召唤猫鬼的过程。只见到了子夜时分，他先是把一碗香粥放到了宫门之外，然后念动一番咒语，拿起一把汤勺，轻轻敲着碗边，口中喃喃叫道：“猫女出来，勿往宫中，猫女出来，勿往宫中。”突然，徐阿尼目光呆滞，两眼发直，脸色发青，整个人就像被什么东西附身了一般，浑身颤抖，唬得在场很多人大呼小叫：“这是猫鬼上身了呀！”只是这把皇帝看的是一愣一愣，猫鬼在哪儿呢？不过随着皇后病情好转，他也就没再追问。将独孤陀等人发配边疆后，这件事也就稀里糊涂画了个句号。而隋文帝杨坚也借此机会进巫蛊，诏令驯猫鬼蛊惑的野道之家流放至南疆。据说后来苗疆、云贵的蛊惑术以及东南亚的降头术就是由此而来，而日本传出的招财猫也是一个原理。但是猫鬼之事并未就此禁绝，隋炀帝杨广在位的大业年间，还有一次更大范围的，一直到了明朝李时珍的《本草纲目》当中还有相关记载。可见时间跨度之长，只是没人知道这猫鬼之术是怎么在民间开始流传的，只知道它仿佛是在隋代猝然出现。而后世对隋代猫鬼妖术的认识，除了史书上遮遮掩掩的记载之外，还有一个重要的出处，那就是隋代名医曹元芳编撰的《诸病源候论》。这部成书于610年的医书，乃是奉皇帝的诏谕编撰，这意味着它的内容受到了官方的认可，同时也是民间医者的案头书，其权威性不容置疑。在这本书中，对猫鬼疾的发病原因和症状描述说：猫鬼者，人续视之，其病状心腹刺痛，食人脏腑，吐血痢血而死。与他同时代的另一位名医，被后世尊称为药王的孙思邈，在病症中又加上了另一条症状：歌哭不自由，就是说患者会不由自主的大哭大笑、大声唱歌。如果将这2
两条对症状的描述放在一起，按照现代医学来看，它更类似于某种急性病毒感染或食物中毒，从而引发的腹部剧烈疼痛、吐血、便血以及神经谵妄症。但对当时的人来说，这完全是一种难以解释的病症，只能用猫鬼这种妖物作祟来进行解释。而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了唐朝。比方说《旧唐书》记载，公元655年，武则天唆使李治废黜了王皇后和萧淑妃，并将他们贬为庶人。按照史书的记载，武则天当时对二人实施了骨罪之刑，这个刑罚那是相当可怕，就是将人的手脚砍掉，把舌头割掉，把眼睛挖掉，然后放入了装了酒的大酒缸里泡着，有点像人质。没几天，王皇后就被折磨死了，但萧淑妃还拼命吊着一口气，在临死之前，她就对武则天下了诅咒，求下辈子阿武变成老鼠，我变成猫，生生扼其喉。之所以会下这样的诅咒，可见猫鬼的存在深入人心。这也是为什么后来的武则天下令宫中禁止养猫，夜夜不得安宁的真相了。但问题是，为什么偏偏是猫，而不是其他兽类呢？说到古代中国人对猫的态度，真是一言难尽。在最古老的记载中，猫不仅仅是妖兽，还被视为神灵。它在《诗经》中与虎和熊皮这些猛兽相对，有熊有皮，有猫有虎。被儒家学者信奉的经典《礼记》中，则将猫列为年中最重要的祭典礼记的8位神灵之一，并且要求天子亲自祭祀。汉代佛教的传入更是将猫抬升为佛教的护法神。人们相信这种小生物是跟随佛教传播的路线，从佛国印度远道而来东土，其使命就是保护珍贵的佛经不会被老鼠啃坏。然而猫的正面形象在汉末大乱中突然崩塌，最早被连累的是猫的同类狸。在汉末印少的风俗通义中，老狸会化身为妖物，在驿站中伺机剪人头发，害人性命。东晋干宝的《搜神记》则记载了吴兴一只老狸故意化作父亲的模样来戏弄他的2个儿子，最后诱骗儿子杀了自己真正的父亲。这些狸猫兴妖作怪的故事被不断传抄，深入人心，让人不寒而栗。可以说，正是这些妖兽的故事，为猫鬼最终降临人间开启了大门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我是 K 哥，我们下期再见。